Zain Kanani 是世界最顶尖的魔术方块玩家之一，从2021年7月开始，他就一直创下2×2平均的世界纪录，从 1.06、1.05 一直到 1.01， 差一点就能够比1秒快。不过平均成绩和单次不一样，是同一轮5次成绩掐头去尾后的平均，你只能失误1次，而且最快的1次也不算数，不但靠运气，更要靠稳定。就算 Zain 转了超过100次1秒内的成绩，但一直没有在同一轮里面达到1秒内的平均。整个2023年过去，没有人能够追上 Zain， 而 Zain 也没能打破这个1秒障碍，就只差 0.01 秒了。难道就没有人能够达到这个里程碑了吗？王奕恒年纪轻轻就是3×3的王者，拥有3×3平均的世界纪录，以极高的手速跟预判闻名。而他在2×2的进步也非常神速，2023年就以 1.13 跟 1.08 2次刷新亚洲纪录。在2024年2月24号，一场在马来西亚麦当劳的比赛，前3转就转出了这样子的成绩。第4转是目前最差的，不过最差的不会算平均。0.79 是最快的，所以平均 0.93 总算打破了1秒障碍。除了并不是这样，原来我们看到的第5转其实是第6转，也就是所谓的 extra。 当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，选手可以要求在场的 WCA 代表给予1次额外的机会，例如被装潢砸到，或是别人太过激烈的庆祝影响到自己。照正常的规则，裁判必须先询问选手准备好了没，选手回答 OK 了以后，裁判才能够开盖。而在王奕恒原本的第5转，裁判在他还没准备好的时候就已经开盖了。这的确是个意外事件，那一场的 WCA 代表给了他 extra 新的题目，才有我们看到的 0.79 的第5转。不过虽然裁判提前开盖，但王奕恒还是先解完，成绩是 1.37 秒之后才向代表提出申请。而 WCA 的规则是，当意外发生的当下就要向代表提出异议，也就是提前开盖的时候呢就要反应，而不是解完以后。而关于这个影片后面会再讨论，也欢迎你们在留言分享你们的想法。总之 WCA 规则委员会重新审视了这个争议之后呢，决定这情况不应该给 extra， 所以王奕恒最后一转的成绩就从 0.79 变回原本的 1.37 了，这样子平均变成 1.10， 也就错过了世界纪录。而在2个礼拜以后，3月9号 Zain 转出了这一个成绩，平均 0.92 秒，没有争议，成为了第一个正式打破1秒障碍的玩家。从他2018开始比赛，2021拿到第一个世界纪录，花了6年的努力，总算突破了这个里程碑。而更戏剧化的是，不到24小时之后，3月10号，王奕恒又一次的转出 0.93， 成为第2个打破1秒障碍的玩家。虽然跟世界纪录擦肩而过，也没有成为第一个打破1秒障碍的玩家，但这无法抹灭他也达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如果我是 Summoning Salt 的话，我会说这就是2×2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。感谢收看。不过我想快速分享对于 WCA 这个规则的想法，强调在意外发生当下就要提出异议，是避免选手转完以后看成绩好坏才来决定要不要申请 extra， 等于是骑驴找马买个保险，先讲 extra 跟最后才讲 extra， 以结果论来说可能只有细微的差异，不过那也是因为事后诸葛看到了未来。而题外话，这个规则避免玩家骑驴找马，不代表所有转完以后才申请的这个行为呢，都带有骑驴找马的意图。在激烈的比赛当下呢，也蛮容易反应不过来，甚至其实可能连有这个规则啊都不知道。总之，这大概就是2024目前最戏剧化的世界纪录了。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？欢迎留言跟大家讨论哦。